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血脂高的6个信号。有些人没当回事，血管就堵了。人到中年，各方面都高了，发际线高了，血压高了，血脂高了。发际线血压升高都能够切实的感受到，但是血脂异常大多数是悄无声息的，时间久了，多种心血管疾病接踵而至。1/3成年人都存在血脂异常。现在物质条件好了，大鱼大肉代替了粗茶淡饭，开车代替了骑车、公交出行，熬夜代替了规律作息，造成了近年来我国高脂血症的患病率显著的增加。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指出，我国18岁以及以上的居民高血脂的总体患病率高达 35.6%， 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另外，中国血脂管理指南2023年显示，成年人中超过1/3都存在血脂异常。高脂血症是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脑卒中的重要危险因素。长期患高脂血症可致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血脂高的6个信号，别不当回事。高血脂若长期得不到有效的控制，会慢慢的黏住血管，导致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薛亚军2023年6月在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刊文指出，高血脂早期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多数患者是在出现了心血管疾病后才发现自己的血脂水平存在异常。不过，早期高血脂也不是完全的无迹可寻，一些不太明显的身体变化可能已经在提醒你关注血脂了。1. 黄色瘤，眼皮、胳膊肘、脚后跟等的部位长出米粒大小的黄色瘤，不痛不痒，可同时的出现多个或者是融合在一起。黄色瘤是脂肪堆积在皮下形成的，往往是血脂升高的表现。2. 黄色斑块，短时间内面部、手部出现较多的黄色小斑块，比老年斑略大，颜色较深，或手掌出现黄色或者是橘黄色的条纹，也可能是血脂升高的信号。3. 脚发麻，间歇性跛行，有的中老年人会出现脚抽筋、小腿发凉发麻等不适，会以为是缺钙所致。事实上，这可能是因为胆固醇积聚在周围的肌肉中，刺激肌肉收缩，导致腿抽筋，走路一瘸一拐的。4. 犯困头晕，这是高血脂常见的早期症状，尤其是中老年人，往往早晨起床后感觉头晕，早餐后可有改善，午后极易犯困。5. 视物模糊，早晨起床时看某一样物体总是时不时模糊几秒，之后又恢复。血液中的甘油三酯增多，流速减缓，脂蛋白从毛细血管漏出且侵犯到黄斑，就会影响视力。6. 耳垂有皱纹，人的耳朵是最不容易产生皱纹的部位，当动脉出现硬化时，耳垂上就会出现细小的皱纹，尤其是双侧耳垂出现皱纹或者一侧的耳垂皱纹比较深的时候，应该及时的到医院做血脂等方面的化验，建议发现上述症状后尽早的就诊，进行血脂检查、颈动脉超声、下肢动脉超声、眼底动脉检查等。2. 血脂为什么会变高？ 1. 吃得太油，煎炸食品、甜食、油均可导致甘油三酯升高。动物脑、动物肝脏、动物肾脏等的高胆固醇食物，以及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物，如薯片、薯条、奶油蛋糕、珍珠奶茶、速溶咖啡等。2. 吃的太多，糖类、蛋白类、脂肪等3大营养素可以互相的转化，如果主食或者是蛋白质吃的太多，消耗不完的热量也会转化成脂肪。3. 运动太少，久坐不动，运动不足导致消耗的热量小，可能引起甘油三酯和坏胆固醇升高。4. 其他原因，超重、压力大、年龄增长、
缺乏运动都会让身体合成更多的坏胆固醇。3. 吃素更有利于控制血脂吗？其实高能量食物在素食中也不少见哦，例如米面都是中等的偏高的能量食物，素食中富含淀粉的面包、饼干等能量也都较高。再例如烹调油，即使是植物油，其能量与肥肉、猪肉都是一样高。还有花生、瓜子等坚果类的食物能量也很高。如果只吃青菜等能量很低的蔬菜，虽然所含的能量很低，但可能会打破人体能量平衡。例如，如果单纯的吃素，可能会导致某些 B 族的维生素摄入不足，而 B 族维生素与脂肪、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的代谢密切相关。B 族维生素主要存在于奶、蛋、动物肝脏和鱼中，因此只摄入素食可能患有 B 族维生素的缺乏症，而造成了脂肪代谢紊乱，这可能也是血脂异常的因素之一。所以如果是患了高血脂，最好调整饮食结构，以少荤多素为原则，而不是完全的吃素，这样才能够达到科学降血脂和营养均衡的目的。另外，高血脂的人群平时也应该多吃一些蔬菜、粗粮和豆制品，少吃甜食、饮料等高糖食物，同时要尽量的避免一切肥肉、动物内脏和动物油等。此外，患者还应该增加运动量，必要时结合调脂药物来进行治疗。3. 降血脂食物分成等级吃。1. 高级，适类降脂食物多吃。1. 蔬菜水果。蔬菜水果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和植物化学物，这些物质能够通过各种的方式有效降低血胆固醇水平，建议每天摄入蔬菜500克左右，水果350克左右。2. 大豆及其制品。研究显示，这类食物富含蛋白质、矿物质和大豆异黄酮等，增加摄入有利于降低血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血胆固醇和甘油三酯。3. 深海鱼类。深海鱼类富含欧米伽3多不饱和脂肪酸，能抑制肝内脂质和脂蛋白合成，具有舒张血管、抗血小板聚集等的作用，建议每周吃2次或以上。4. 坚果。研究显示，适量的摄入坚果可以改善血脂异常，降低血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但是坚果的脂肪含量高，不宜过量的摄入，每天10克左右即可。2. 中级，高油高糖精致主食少吃。近年来，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最新版的膳食指南都去除了对胆固醇每日摄入量的限制，但是血脂高的人还是应该适当的限制膳食胆固醇的摄入量。1. 胆固醇。血浆总胆固醇轻度升高者，建议膳食胆固醇每天摄入量小于300毫克，差不多为一个鸡蛋含有的胆固醇量。中重度升高者，每天膳食胆固醇摄入应小于200毫克，可以只吃一半的蛋黄或者是不吃。动物内脏如肝肾等胆固醇含量非常高，建议高脂血症患者应该尽量的少吃。2. 添加糖。摄入的添加糖过多时，会在体内直接的转化为内源性的甘油三酯，增加了血脂异常风险。高脂血症的患者应该严控膳食中添加糖的摄入量，尽量的少吃甜品，不喝甜饮料。3. 主食。碳水化合物摄入过多时，多余的能量会在体内转化成脂肪。适当控制精致主食，如馒头、白米饭、面条和白面包的摄入量，建议把主食部分或者全部换成全谷物，比如燕麦、糙米、荞麦、小米等。由于全谷物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更有利于血脂健康。3. 低级。2种坏脂肪不吃。膳食脂肪的种类跟血脂健康密切相关。饱和脂肪酸可以通过提高血液中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坏胆固醇的水平，而导致动脉粥样硬化。1. 饱和脂肪酸。
血脂高的人群应该尽量的不吃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肥肉、动物油脂、鸡皮、鸭皮以及植物油中的棕榈油、椰子油等。2. 反式脂肪酸，这类脂肪酸可以使低密度脂蛋白的胆固醇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好胆固醇降低，会明显增加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反式脂肪高的食物有人造黄油、人造奶油、代可可脂以及氢化植物油加工的各种糕点、饼干等。4. 科学降脂，做好这6件事。1. 坚持规律运动，不管是快走、慢跑、游泳、打羽毛球，连续的做30分钟，有利于血压、血脂、血糖的下降，特别是有利于甘油三酯的下降。2. 少吃高脂高糖饮食。北京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汪芳2016年接受《健康时报》采访时介绍，体内胆固醇 30% 来自食物，甘油三酯则 70% 来自饮食，所以进食成分和量的不当都会引起高胆固醇血症和高甘油三酯血症。3. 控制好腰围。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中心主任医师瞿森2019年在接受健康时报采访时提到，腹部肥胖危害更大，会导致胰岛素抵抗，引起高血糖、高血脂代谢等的问题，及代谢综合征。建议男性的腰围应小于90厘米，女性腰围应小于85厘米。4. 保证规律作息。睡眠对保持血脂健康非常重要，建议每天固定在23点前入睡。长期的熬夜会导致睡眠不足、内分泌异常，从而诱发脂代谢紊乱等一系列的问题。5. 定期监测血脂。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首席专家高润林2016年在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中发布会上提醒，20到40岁的成年人至少要每5年测量1次血脂，40岁以上男性和绝经期后的女性则要每年检测1次血脂。6. 按照医嘱服药。如果单凭改善生活方式没办法控制住高血脂，就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降脂药物了。在服用期间一定要严格的遵循医嘱，按时按量的进行服药，千万不要血脂一降就停药，血脂一高就再吃药，否则这样反反复复会导致病情加重。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